之前多家印媒刷屏报道，解放军从边境撤走了1万左右士兵，就好像他们赢得了胜利一样。不过这则新闻遭到印军高层的驳斥。印度媒体 Times Now News 报道称，在1月12号，印度陆军参谋长纳拉万表示，解放军从拉达克东部附近撤回约1万士兵，不过他们本就来自后方，距实控线500公里至1500公里，而不是与印军对峙的地点。双方在前线对峙的部署并没有改变。因为欧亚时报公布卫星图显示，解放军正在拉达克地区中印实控线附近的德普桑平原进行演习，活动区域位于窦拉特别奥里蒂飞机跑道附近，该地区对印军而言具备重要的战略地位。印专家认为，一旦冲突，德普桑平原将为印军提供防御优势。而纳拉万表示，所谓的撤军说法是因为他们每年都会到传统训练区训练，结束后就会离开，所以现状没有改变。他还强调，印度希望与中国军事谈判以解决对峙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印度建军节之前，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表示，我们不想要战争，但如果有任何超级大国想要伤害我们的自尊，我们士兵将给予痛击。虽然没点名，但印媒又表示，这句话是向中国发出强硬信号，一边要谈判，一边又放信号。发送强硬信号已经成为印高层定时的保守节目吗？很多人会诧异印军表态很反常，因为按照平常情况，印军巴不得这种假消息泛滥，毕竟这则消息又能让印度人产生精神胜利的幻觉。但现在情况不同了，现在情况是谈判延迟，中国默不作声，做好自己的事儿，反而印度国防外交官员齐上阵，一天一个信号，他们怕中国一直拖下去，所以不再轻易煽动民族情绪，到时候真的是骑虎难下。事实上，双方以前曾进行过8轮高层军事会谈，但是自入冬以来，新一轮军长级会谈却迟迟没有确定。最近，美国驻印度大使肯尼斯·贾斯特直接承认，美国插手介入中印边境对峙这件事儿。美国在过去几个月向印度提供了地理空间数据、防寒物资、情报数据等支持，但现在冬季到来，印度后勤跟不上。美国国内这个情况，特朗普也无暇顾及印度。莫迪本以为背靠特朗普好乘凉，但现在人走茶也要凉了，这个烂摊子只有印度自己承受。近些年，眼看中国海军军舰像下饺子一样，美国海军也开始着急，正欲掀起新一波造舰潮。最近，美国海军下了死命令，新建项目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为何说开始摸中国过河？近日，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称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·吉尔代上将公布美军舰艇发展新方向，目前星座级成为美国海军下一代驱逐舰探路，而且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事实上，在20多年前，美军曾抛弃护卫舰，提出有海盗陆战的口号，投身于滨海战舰建造，以代替护卫舰。但是这种舰性能不及现有护卫舰、扫雷舰，作为巡逻舰又太大了，无法达到要替代舰艇的作战性能，甚至无法出港作战。美国国家利益曾评价，这个费钱又无用的战舰完全是个错误。但从立项到意识到路走错了，美军足足折腾了20年，前后累计投入300亿美元，又开始回到了原点，继续发展护卫舰。在去年4月，美海军下一代导弹护卫舰被意大利亚公司竞标成功，首舰星座号价值12.8亿美元，这型护卫舰也就被称作星座级护卫舰。吉尔代上将强调 ，FFG 必须是世界领先的，并指引我们如何设计和建造下一代驱逐舰。但从指标来看，这似乎又是在画大饼。据悉，星座级护卫舰满载排水量7291吨，采用4座8连 MK41垂发系统，4座4连 NSM 导弹系统，MK110 57毫米炮等，还有基线时宙斯盾系统、ANSPY-6 雷达等先进传感器设备。预计到2026年服役。自
极有可能服役及落后。不过也有人说星座机看着有点眼熟，鹰酱要摸着兔子过河了。分析称，美海军这次极力要求经费控制在8.5亿到9.5亿美元之间，但是一艘护卫舰的价格都赶上我国海军一艘05万吨大驱的价格，美国军工业技术和经验还不是现在中国可以比拟的。但最大的问题是，美国军工供应商的贪婪在阻止美国军备技术上的进步。福特号入役3年，弹射和阻拦装置仍然问题不断。DDJ-1000和滨海战斗舰2款不能适应作战环境，即使福特级航母造价惊人 ，DDJ-1000的造价相当于7艘055，滨海战斗舰更加糟糕，造价相当于052D， 战力却不如054A。美国整整一代主力军舰武功废了一大半，美帝的民营船厂基本靠军工订单养活，而中国的造船厂都是军民融合的。对此，有美国人指出，虽然每年我们预算世界第一，但是购买力非常差，咖啡壶都要1200美元，这个腐败问题不能解决，是肯定比不上中国的。美国还想搞军备竞赛，现在还搞得过吗？一直以来，澳大利亚都是美国坚定的追随者，积极对抗中国，甚至有时候比美国还过激。但现在，他们正承受巨大代价。这段时间，中方公布的对澳反制措施，其频率和严厉程度都是非常罕见的。而澳大利亚正在承受巨大的代价。在被教做人后，澳大利亚前陆军将领急了。最近，今日俄罗斯网站报道称，澳大利亚陆军退役将领吉姆·莫兰再次叫嚣，美国、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全面战争就在3至5年之内爆发，要求澳大利亚国防部增加更多的军费，扩大军事编制，购买更多先进武器来教训中国。很难相信这种幼稚又误导性十足的言论是从一个服役超过40年的老将嘴中说出。他还曾是联军驻伊拉克行动负责人，是澳洲重要的国防建设专家。事实上，他的疯狂言论显然还带着浓烈的冷战思维色彩，鼓吹中国崛起、威胁和平的声音早就在澳大利亚产生。多年来，澳大利亚都在被美国灌输各种意识形态思想，这让澳大利亚众多官员和军官对亚洲国家自带一种居高临下的偏见，选择性忽视中国崛起，甚至认为澳大利亚才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大国。所以，澳政客不顾后果的跟着美国一起围堵中国，甚至有时比美国其他盟友还要积极，来彰显自己的存在感。但是，实力跟不上的野心，最后只能被当作杀鸡儆猴的典型。这段时间，澳大利亚包括矿业、农业、教育业、服务业等领域都接连传来噩耗，澳大利亚正逐渐失去中国市场。由于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一进口大国，他们自然而然以为中国市场离不开澳洲出口产业，即使中国市场没了，还能找到代替市场。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，澳大利亚开始醒悟，是他们离不开中国市场，并且也找不到中国这么大的代替市场。对此，俄媒还强调，出于对中国威胁的恐惧，正因这个原因，澳大利亚加入到越南战争的泥潭中。结果是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军都失败了。55年后，澳大利亚又有什么实力敢和军事排名第3的中国进行军事对抗？现在还认不清自己的位置。一个极度依赖矿产、农产品的国家，不知为何如此自以为是。对于中国逐渐关闭市场，甚至还妄想用炮弹打开，简直是天方夜谭，实在过于高看自己。即使中美发生冲突，澳大利亚恐怕也只能做炮灰了。